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大家，亚洲4大邪术是哪几个？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。我相信有了这4大邪术，别说换脸了，大变活人都不在话下。不过说正经的，在现代医学上，换脸术真的存在吗？我说的不是整容，也不是用自身皮肤移植，而是用别人的脸部器官装在自己脸上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女人的脸，给5秒钟时间，请大家找出后天移植的部分。答案是嘴巴、鼻子和下巴，她就是世界上首位接受换脸的患者。可是这台手术虽然很成功，但她的生活状况却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顺利。2005年5月，法国一位名叫伊莎贝尔的女人因抑郁症发作，在睡前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，直接昏死了过去。可当她醒来后，发现自己不但没能如愿，还躺在血泊之中。更离谱的是，伊莎贝尔本想抽根烟冷静一下，竟然怎么都塞不进自己的嘴里。她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赶忙去找镜子。当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，伊莎贝尔大声尖叫了起来。她声称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。很快，她被送往医院。据调查，她是被自己的宠物狗一只拉布拉多犬咬掉了大半张脸，其中还包括了鼻子和嘴巴，部分头骨都暴露在了外面。当时拉布拉多犬见主人不省人事，于是设法晃醒它，但不小心弄出了血。闻到血腥味后的拉布拉多犬便越发的疯狂了起来，开始啃食起了自己主人的脸。所以伊莎贝尔算是彻底的毁容了。由于伤势非常严重，医生伯纳德当即就排除了进行传统面部重建手术的可能。但就当伊莎贝尔心灰意冷之时，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。原来伯纳德联系了法国著名的外科医生简·米歇尔，经过多方商讨及会诊，他们提出可以给伊莎贝尔进行一台开创性的面部移植手术，不过前提是要找到合适的捐赠者。于是医生团队立刻向法国生物医学署提出申请。其实对于这台手术，伊莎贝尔说不担心肯定是假的。她被明确告知，此次手术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，这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女人。另外，没人能够保证手术结果是否会令她满意，专家预测的成功概率也仅仅只有 33%。但伊莎贝尔转念一想，自己已经成了这样了，还会比这更加糟糕吗？最终他同意了手术。幸运的是，很快就有了相匹配的捐赠者。终于在2005年11月，法国北部亚眠大学医院的医生团队花费将近15个小时，成功将捐赠者的嘴唇、鼻子和下巴移植到了伊莎贝尔的脸上。术后24个小时，伊莎贝尔才醒过来。其实从护士们的眼神当中，她也能清楚地感受到手术效果至少不会太糟糕。所以当鼓起勇气照镜子的那一刻，她非常的激动。不过由于伊莎贝尔的气管也进行了处理，一时间她还没有办法说话，但她还是坚持在纸上写了一句谢谢，递给了医生。手术之后，伊莎贝尔恢复的还算不错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很清楚是不可能再回到最初的样子了。虽然脸上留下了2条明显的疤痕，但比起毁容的脸，她已经很满意了。而且只要戴上口罩，就能完美的遮住下半张脸。除了美观问题之外，伊莎贝尔也很快就学会了控制新的面部肌肉。她经常会在镜子前面审视自己的脸，练习该如何做表情，如何正常的吃饭和说话。但她也曾经坦言，起初自己也会觉得怪怪的，特别是在照镜子的时候，她总能觉得看到2个人，永远有人在盯着自己看，而且也不习惯把舌头伸进另外一个人的嘴巴里面。但当她得知捐赠者生前也是有抑郁症，后来是上吊自杀而亡的，于是他就不再觉得害怕了。他觉得自己与捐赠者之间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联系，才会让他们以这种神奇的方式相遇。其实术后，伊莎贝尔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，一直以来他都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，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打扰。但大众八卦的热情超乎了想象，尤其是当得知伊莎贝尔曾经试图自杀才换的脸，这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。媒体的大肆宣扬让人们对伊莎贝尔颇为好奇，搞得他好几个月都没敢出门。后来每当走在路上，他都会引起路人的侧目，不懂事的孩子甚至会当面嘲笑他，称他为马戏团的动物。渐渐的，伊莎贝尔习惯了这些不友好的目光，他完全接纳了与别人共用脸的事实。每当受伤时，他都会认认真真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脸，告诫自己是他给予自己新生活的希望，千万不要放弃。虽然伊莎贝尔一直以来都恢复得很快，她与新面孔适应的也越来越好，
但不幸的是，他的身体开始传来噩耗，手术留下的并发症让他痛苦不堪。医生告诉他，接下来要终身服药才能缓解身体上的不适，如果不吃的话，他的面部将出现不可逆转的溃烂。到后来，伊莎贝尔不得不定期注射药物，才能防止他身体出现排斥反应。虽然免疫的抑制治疗在初期效果比较好，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肿瘤、糖尿病、肾衰竭和高血压等副作用。在临终前，伊莎贝尔的情况已经非常的不乐观了，他都没有办法控制住嘴巴。最终在2016年4月22日，伊莎贝尔的身体没能挡住2种癌症的攻击，遗憾去世，年仅49岁。事实证明，即使采用了最好的免疫疗法，大多数患者也会因皮肤移植而出现并发症。但伊莎贝尔手术成功的案例大大推动了面部移植手术的脚步。不过，关于他的手术，从头到尾就充满了批评的声音。首先，有人认为不该给伊莎贝尔做手术的，因为他的精神状况令人堪忧，并不是理想的移植手术接受者，还有可能会再次尝试自杀，这对于捐赠者来说并不公平。其次，有人批评医生团队，他们之所以不采用传统的面部重建手术，就是为了争取开创性手术的荣誉。明明另一种手术更加的安全，也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。为此，他们还呼吁相关部门调查一下这些外科医生是否存在猫腻。在1994年，一名年仅9岁的女孩也惨遭毁容，她的名字叫做桑迪普·考尔。出生于印度北部的查克库德。事发当天，他正在自家农场上捣鼓打谷机，一不小心，桑迪普的辫子被割草机卷了进去，导致脸和头皮被撕裂。母亲目睹了全部过程，但以为时已晚，所有人都被这触目惊心的场景给吓坏了。很快，母亲迅速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所有血肉模糊的东西，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，开车前往医院。大约开了3个小时，母女俩终于来到了基督教医学院。母亲哭着告诉医生，我不知道他的脸在哪里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。不巧的是，当时医院里面只有1个值班医生，可桑迪普的情况紧急，根本没有办法等，所以医生亚伯拉罕·扎马斯也决定赌一把。手术进行了10个小时，亚伯拉罕尝试将女孩的部分面部组织和头皮重新连接到她的头上，包括重新连接血管跟神经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桑迪普除了留下不可避免的疤痕以及轻微的肌肉损伤之外，手术相当的成功。后来在多年后，桑迪普还参加了护士培训。对于他来说，当年亚伯拉罕医生的手术不仅重塑了他的脸，还给了他第2条生命，未来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此负伤。而相比之下，伊莎贝尔的命运真的算是坎坷了，想自杀没死成，还被自己的狗咬伤，直接毁容。遭受了漫长的手术后，又要终身吃药避免排斥反应，最后在并发症、癌症的双重打击下，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，不到半百就去世了。不知道伊莎贝尔在与陌生的面孔相依为命的11年时间里，她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？不过据说在术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也还是很难摆脱抑郁症，因为除了之前的老问题之外，他还是很难接受别人怪异的眼光，而且医生也告诉过他，未来身体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排斥反应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所以虽然伊莎贝尔看上去总是很乐观，但他实则背负了太多的心理压力。每当说到面部移植或者整形手术之类的，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恐怕是从近代才发展起来的，可实际上植皮术在几千年前的古印度就发明了。在公元前8世纪，人们已经知道可以用患者的皮肤和组织来重建受损的面部特征。一位古老的印度治疗师苏什如塔·萨姆西塔被誉为整形之父，他就曾为皇室成员重建受损的鼻子，而苏什如塔用的就是患者的额骨正中皮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技术得到了改进，尤其是世界大战的爆发，大大推动了整形外科的迅速发展。因为许多士兵都被炮火炸得面目全非，如果不进行移植手术，恐怕会严重影响今后的生活。人们对于先天的畸形或者后天毁容的人，总会不自觉地投去不友好的目光，甚至要盯着对方看，指指点点，戳人痛处。其实这样的行为也相当的残忍，虽然你的举动并未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但很有可能就浇灭了他所有的勇气和信心。所以还是要学会换位思考，用你最友好最自然的态度宽慰那些有缺陷的人，鼓励他们勇敢面对自己的不幸。毕竟外表不是一切，心灵之美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